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浪花啪啪啪啪啪啪啪啦啦。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成长没什么不可以。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有请老友。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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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呦，哇，太帅了，太帅了！也许剧本写好，随场风云都笑，我也会被记住，哪怕几个3秒。他拍他的广告，我跑我的龙套，耳边响起有你广告。朋友们，这是脱口秀的夏天，不是别的夏天。老庞，你快说话吧，老庞。有请气氛组。我们最好的舞台，大门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跳起来！热闹啊，太不容易了啊 ！AI 现在都这么盛行了，我们还坚持手搓呢，现在。大家好，我是一直陪伴各位的气氛组组长郭麒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刚来陪伴大家的气氛组组长马思纯。哎，大家好，我是终于能够来感受一下气氛的气氛组组长黄渤。哎呀，听着点，这声儿可以哈，希望心里有底了。哎呀，作为这个本节目的3朝元老啊，特别开心啊！今天看到我们3代同堂啊，爷爷，哎，太认人了，你这。这怎么一听来了，还是伦理梗啊？我说这个3代同堂啊，说的是咱们选手，有新有老，好多跟我一样都是3年生啊，比如说付航啊、小鹿啊、黑灯啊、王悦，人都在了啊。这把还接着来了，哎，明白了。那不光有老选手，还有像我这样的老观众。今天来到这儿，我看到刚才4位大魔王，挺感慨的。不光有现在有人正在享受着自己的中女时代，宇宙的尽头又回到了这里，18岁的自己也在这里，雪国列车也回归了。那看到这个阵容，对不对？看到这个阵容，请大家喊一声 passion。这一看马姐真是我们老观众啊。那博哥，您之前了解过我们这节目吗？
我对于这个脱口秀来说还是个新人，其实主要是来感受，我就不逼了。然后呢，不然很容易有灯味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静又幸福的比完，争取活在当下啊。这么一听，您也没少看，全是金句啊。作为老气氛组呢，我得给您二位啊，不敢说传授经验，一点小建议啊，教给您这节目怎么录。一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手要是讲的特别好呢，您二位就听着我夸他们2句，他们要讲的不好呢，您二位就多批评。哎，你挺贼啊，你不批评？对，要不然能留到第3季吗？哎呀，但是咱们今年这个节目新人啊比例特别高，所以我们有点新要求。我也希望就是要求一下各位选手一定要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有好段子，即使你拿不到冠军，其实还是大家会记得你和爱你的，对吧？小鹿，建国，这都是没拿到冠军的，这都是啊。所以啊，我们目的啊，不要说为了拿票你硬上价值，强行煽情，咱们是为了让观众哭乐，他不是让观众哭，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选手他不能哭啊，尤其像大老王啊、陈数啊什么的。还有啊，不许在表演过程当中啊找观众要票啊，更不能不让观众投票。咱把票全给我灭了。虽然我这是新手啊，但是刚才说的这些好像在哪儿都好像有点耳熟啊，确实是。那最好呢，我也代表这个本节目以后来的嘉宾呢，要求我们某些选手啊，这个尽量的少冒犯嘉宾。你如果实在要冒犯的话，你就冒犯连着来了3回的啊，比如说这种的，他因为他喜欢嘛，不然怎么会连来着3回呢？是不是？我是有点欠啊。开个玩笑，那我重新说啊，如果选手一定要冒犯嘉宾的话，那就尽量冒犯啊这个飞行嘉宾。欺负人就来1回是吧？对。哎呀，但是咱要冒犯飞行嘉宾啊，冒犯未来的飞行嘉宾啊，今天的这个最好别，这位太有来头了啊！虽然呢是我们这个舞台这个节目的新朋友，但他是脱口秀的老朋友哦。之前约了他很久，他都不来，因为他说他有约。有请喜单的新朋友鲁豫。大家好，我是鲁豫。喜单有约，我就来了。我知道你们心里的疑问，对，我姓陈，你们放心，我真的没有走错地方，因为我叫鲁豫，它是山东、河南2个省的简称，所以双方节目认为我是最适合作为2个节目的和平使者。今天史称鲁豫出赛，这意思就是两边的节目您都看初赛，对，都来，对，就这么解说的。但是说着确实好听啊，这听应该是2个平台都没买会员是吧？也可以这么解读。那行了，那在这儿咱们也应该给这个所有的选手一点祝福了。我祝各位选手比马思纯演的还好。那我就祝大家比郭麒麟更能说会道。那我就祝大家比黄渤更好笑。哎呀，吓我一跳！我以为说比我长得还好看呢。行，那么咱来了就是为了笑的，是不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表现。那多接商务都是赔付的啊。那我们宣布，喜单第3季正式开始。谢谢各位，欢迎，请气氛组组长落座。那在这个精彩的开场表演之后，再次正式欢迎大家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欢迎大家。我们有60组的演员，这应该是参赛人数最多的一个赛季了。
节目组呢为了凑齐这些优秀的选手，完全没有时间找新的主持人，所以还是我也申请到了一个独立办公的区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荣幸陪大家继续度过这个脱口秀的夏天。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激烈的比赛了，我先问问大林吧，第3年感受有什么变化吗？是这个之前录了2季，都和很多老朋友们一直相伴。走到了第3个年头，然后这一季一开始，其实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上一季结尾的时候，这个大宅那几句话其实挺让我醍醐灌顶的啊，就感觉来了之后不能老说漂亮话啊，好像得说点掏心窝子的是吧？不能总是高情商发言。后来跟我说第1赛段有黄渤老师还有鲁豫老师，我觉得那就不用我负责高情商发言了啊。那你为什么不提我呀？我情商低是吗？大伙儿都明白了吧？哎，你真有意思。没有，我就这回放松心态啊，就是真正作为一个观众啊，跟马姐我们好好看看，然后跟前辈们好好学学怎么说话的艺术。好像已经开始高情商了，是不是？真的，你一开场2个人的人物性格全出来了。这个今年看脱口秀最多的应该就是鲁豫老师了。全世界没有人像您一样两个月看100多段脱口秀。我今年脱口秀 KPI 绝对超额完成。虽然我不是业内人，但是这种情感连接特别深，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所有的冷暖疼痛就荣辱与共的感觉，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都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哦，那谁是手心，谁是手背？高情商发言这块啊。所以我就希望每一个演员都能够在台上心无旁骛地表达自己，做我们的嘴替，我们负责能够拥抱你们，接住你们，所以享受这个舞台，祝大家好运。那除了4位，大家也看到我们还有4位在高高的山端，脱口秀演员地位最高的一天啊！当然还有新朋友的加入，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比赛开始之前，我为各位再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第1赛段的比赛规则。我们这一赛段叫做盲盒抢金赛，我们有60组演员，依次会按照顺位进行表演。表演结束之后，整个的后场演员会向他发起挑战。在挑战者亮相之前，台上的演员是完全不知道谁是最后的挑战者的。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我们像开盲盒一样迎接挑战的演员。每次挑战最多开放2个挑战席位，他们所有人如果愿意挑战的人多，那头排名高的人优先获得挑战的权利。所以最后的挑战会是1v1或者1v1v1，赢的晋级，输的待定。如果台上的人没有人挑战，则直接晋级。全场我们一共是220票，216位观众加上我们4位气氛组组长，1人1票。表演过程中随时都可以为台上的演员投票。为什么是盲盒抢金赛呢？如果台上这位演员得票超过或者等于200票的时候，即刻开启金牌挑战，同时也是2个席位，但是赢的人除了直接晋级之外，还会获得1块复活金牌，在后面的赛段会发挥它的作用。那咱们就开始今年的表演，好不好？这句话说了快10年了，开场演员不容易，所以愿意选择承担开场的，我们多给他鼓励，好不好？他是谁呢？他是去年的冠军，我们欢迎翟佳宁。人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舞台，老翟家祖坟冒青烟了，真的。真想一直比下去，比到集体猝死啊！2025喜剧之王年度总冠军。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翟佳宁，非常开心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挺难得的。这从节目诞生开始我就在嘛，还是有点成就感的。翟佳宁今年能回归来比赛，他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比赛的名次来证明自己，因为我名次不可能有原来好了。哦，他是来比赛的，是吧？我以为他是来开场的，我就觉得他真是真爱创作呀，没尽兴。我认为很多熟悉我的观众，他就是应该知道我的风格的。然后所以说，我想现在以这个状态，能多讲一些我心里真正想表达的话题吧。大翟，我更希望他能够100%的释放自己。
在今年喜诞3这么多的选手里面，愿意去主动为所有的演员开一个好的场，真的非常有担当。就是我觉得他属于舞台，我感觉他有一种那种战士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酷。开场确实原来有压力，但总得有个开场啊，开呗，无所谓啊。哎，谢谢，哎呦，谢，好，哎呦，好嘞，好，谢谢大家，我是安宁，谢谢。特别开心啊，又回到咱们这个熟悉的舞台了，真的，本来以为能当魔王呢，真的。然后节目组就跟我说：“咋呀，你回来比吧，很多老选手都不来了，你得回来呀。”我说：“为啥？”他说：“因为你有担当。”我说：“行，我担当。”然后那你能不能再给开个场啊？我说：“为啥？因为你有担当。”我现在夺完冠之后就是怎么说，冷不丁单单就2当，现在单单就2当。还有，哎，好笑搁后头呢，好笑搁后头。真的，还有那选手问我呢，翟哥，你去年都夺冠了也没爆火，还回来比啥呀？我说你别管火不火，我就问你担当不担当。哎，朋友们，说实话，夺完冠之后还是获得很多的，真的。借爱奇艺的福，我从去年夺冠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都会参加一些精致的名利活动，到现在走了3回红毯。你放心，不用呕，肯定没好话，妹子。咱们这种喜剧演员在那种活动里是最没存在感的，真的。所以说你在那种活动里就纯是长见识，一进飞机场就长见识，没见过那么多长枪短炮怼着拍。我一点不骗你，我搁苏宁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啊，不好意思，我搁天猫电器里都没见过那么多单反相机。哎呦，你们见过现在粉丝拍摄的设备卷到什么程度了吗？我看一个妹妹手里拿这么大的云台，然后中间架着单反，单反前面是短焦，完了左边有扩展架夹她的 GoPro， 右边扩展架夹的手机，手机前面又一个长焦。我说这要拍啥呀？要给你哥拍核磁共振呢呀？妹妹手里拿那摄像头比那红绿灯摄像头都多，我感觉我跟身边经过快点得扣我6分啊，那都。他们拿这么多的设备就拍那些哥哥，我不理解啊，那些哥哥一点也不配合。那你们见过明星在机场的穿搭没有？严严实实，一个墨镜遮住半边脸，一个鸭舌帽扣到鼻梁，口罩又罩上了，完了一个帽衫又扣上。我说啥意思啊？耳朵也不让看呐。朋友们，抢银行还得露俩眼睛呢。我说这多余了，直接拿牛皮纸扣上不就完了吗？不太理解啊。旁边有的路过还不知道，还问我呢，兄弟，你瞅这什么人，感觉这么厉害？我说不知道啊，瞅穿搭像阿拉伯人呢，瞅着像。长见识，而且你会被明星分配到同一个就是商务舱头等舱里。哎，朋友们，说实话，我喜欢商务舱。但不太喜欢跟明星一起坐商务舱，为什么？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那人群里最喜欢商务舱的人。我当时是最素的，真的，我前后左右都是顶流，我那个状态特别像满汉全席桌子中间放着盘拍黄瓜，整个商务舱里所有人都戴口罩，就我不戴。那个画面特别像我2月没洗澡给人哥哥熏着了，你知道吗？而且很多这些明星有狂热的粉丝跟他这趟飞机，我当时坐过道，很多粉丝都不认识我，但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粉丝，没有一个感觉我德不配位能坐在那儿，每一个路过我的人都给我肯定的眼神。这保镖请到位了，这。我说是，我有担当，我有担当。那最倒霉就有那么兴崩2个认识你的，跟前面的人说，哎，这不是保镖，这我搁线下活动见过，这叫翟佳宁。那人就回他啊，翟佳宁是哪个站姐啊？我怎么没见过呢？他怎么买这么好的票呢？
哎，朋友们，说实话，我调侃了人粉丝老师是吧？但我说实话，我当时参加完这3个活动，对粉丝就是羡慕。现场有追星的朋友吗？有。这些哈。说实话，朋友们，剩下不追星的我都可怜你们。咱们这种不追星的，跟那些追星的朋友不一样，他们获得的快乐应该是咱们的10000倍。真的，我反思了一下，咱们作为脱口秀演员，就生产快乐能力这件事上，跟真正的顶流明星比，我就是废物。我想让大家快乐，写段子得什么找主题、找共鸣、写段子、写梗、翻3番。我看现场哥哥就提了一下裤子。对，现场就，哎，行了，不要骗彼此了，晚了。我当时都没明白，我说咋的了？咱们又要办奥运会了吗？我一点不骗你们朋友们，就他哥哥提裤子的时候，哪怕我在旁边就脱裤子，没人能发现都。当天晚上结束活动之后，我就给付航发微信，真的，我说兄弟，这才是真正的 passion。我原来以为付航的就是 passion， 付航现在在我心里顶多就是 a little bit exciting 的，就是完全比不了。朋友们，你相信我，追星获得的快乐是普通人10000倍，但你也不用太羡慕他，他们要承受的也是咱们的10000倍。你看，咱们都看没看过那个视频？王嘉尔演唱会上给一个女观众请在舞台中央，完了他把头埋怀里，你看光提就开心，你看着没？能看出来那个女观众发自内心、歇斯底里的快乐，对吧？那就相当于多巴胺开关都摁坏了，那就是。所有人都羡慕她，只有我特别担心她。朋友们，你想啊，那个姑娘也就20、30岁呀，她未来还有50、60年的人生要走啊，但她快乐到头了。以后咋办呢？再快乐的事儿也刺激不了他了。你想以后他中了1000万，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得拍大腿，还是那天更带劲儿。你想想，人生4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东方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哪个能比得上怀抱王嘉尔啊？所以朋友们，最后我真感觉咱脱口秀演员跟人明星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配套的待遇，咱没有必要也配套。我当时很震惊，不明白那个经纪公司还给我请了个摄影师，拍了我1晚上。结束之后，我就找一摄影老师说：“老师，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呗，我那个想写段子找点素材。”给我发过来，那文件35个 G， 网盘不开会员得下1个月，下1个月。我就开个会员，把那文件下来打开，那文件名叫翟佳宁晚会，我一打开一看，全是谭健伺候去。我就在上千张个谭健次里找翟佳宁，一找就能找着，人家看着就是烦，我就给翟佳宁全删了。35个 G 给我全删了，那文件还剩35个 G 呀。祝各位生活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翟佳宁，喜欢他今天表演的朋友一定记得为他投票。谢谢。3、2、1，投票。大家也回头看，你触发了我们今天第1个金牌挑战。谢谢大家，谢谢。超200票了，好像是200票一票。哎呀，开场如何感受？挺开心的，说实话，还回到这个舞台嘛，继续竞技嘛，体验这种就是刺激嘛，是吧？真的，希望大家后边更开心一点，给后备选手更多鼓励啊！谢谢。好，谢谢。太有担当了哈，应该的啊。大林这时隔1年又看到大翟，确实啊，这个我其实特别好奇啊，这大翟你去年名次已经很好了哈，是觉得还有什么在突破的空间吗？就今年再回来是不满意？没，成绩上肯定不可能比去年更好了嘛。
是吧？是吧？哎，但我说句真心话啊，就是朋友们，你看去年我虽然吐槽了很多那个节目组是吧，但其实那些真都是玩笑。虽然我对那个节目组很多环节确实有点意见是吧，但是我拍良心讲，我认为《喜剧之王单口记》这个节目，还有哪怕是对面那个脱口秀节目，还有那个 Sketch 节目，是我认为中国最好的综艺节目。它应该是为数不多3个综艺节目能真给就是普通人机会，完了完成自己喜剧梦想的节目。我发自内心感谢所有能让普通人参加的那个线上综艺，真的，真的。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是2年前，然后纯素人，然后到现在的话能被很多人认识，就是因为西单。我想了一下，我还有没有能力能在这个舞台上逗笑大家，然后有更多的突破。我想了一下，如果再拼一把，应该还可以，然后我就回来了，就这么简单啊。单刀。那你今年打算卫冕吗？没，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你活得太累了，这样。咱就是展示，哪有高低呀、这玩意儿是吧？那挺好，就保持这种心态吧。对，我昨天还在看大宅那个说奶茶的那段，然后我就想说，大家一直都在说你是东北猛男什么的，就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挺温柔，然后挺容易害羞、挺懵懵的一个状态。那个反差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你那个细腻的那一面。哎呀，我们猛男不经夸，你这么夸我会有这个就是对羞耻感，对。一直有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放松。哎，这不3年了吗？都熟悉了很多环境，但说实话，每次来这舞台就莫名的紧张。你很棒了。别紧张啊！好，你第一个开场真的是勇气可嘉呀，还行，是担当。没，不至于。你自己说的吗？应该的，谢谢。他怕别人夸他，我看出来了啊，真怕别人夸我。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一种残忍的快感哈。太残忍了，我想听鲁豫姐说2句公平公正的话。大宅，因为我听你所有3火关于脱口秀演员的最近的采访 OG 系列，然后所有演员的系列，我受益良多。哎呦，谢谢。我其实特别期待大宅这一季的第1次的出场，因为特别重要，就是我想看到你的创作能力能不能接得住你生活有改变以后新的创作视角。刚才我是最后一个拍灯的，就我想全部的注意力在这儿。我觉得你特别完美丝滑，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这个成为大王之后我生活必然有的转变带来的视角的转变，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哎呦，谢谢老师，没想到你听那个系列，说实话播放量不咋地。谢谢，这垂直脱口秀观众真的，我太谢谢老师了，真的，我认证，鲁豫老师是中国最欣赏脱口秀的女主持人啊。再细点呢。大宅，我看过他上一季的那个，就感觉以前去东北的时候老能碰到这样的哥们儿，就是也没啥话，但挺有意思的。咋说呢？这酒我就先干了呗，咔就下去，还是那种的哈。那我说想问，你就去参加这些盛典活动什么东西的？那主持人没说。大宅，现场这气氛哪一次你给搞起来的？哪次气氛是你们带起来的？啊，那是靠那个不那种活动里，咱们就不负责这工作了。特别好，谢谢波哥，谢谢4位。那大宅这个开场开得这么猛，同时也带来了金牌额外的奖励，会不会有演员选择挑战翟佳宁呢？会有谁呢？请看大屏幕。上九溪，房主任。哎，房主任厉害了！因为我毕竟是去年的老人，不管是从观众的认知度上，还是从观众对我的熟悉度上，都要比新人是有基础的。你要选就选一个强的嘛。因为近期一直跑开放麦，然后一直能撞见大宅，我其实觉得使无锡的人会给我一种安全感。上房揭瓦组合，哎，这好，上房揭瓦组合。我们的规则，如果有2个人挑战的话，会按照那头排名从低到高上场。我们先上场的这一位，其实是西单的老朋友，去年没来，也是今年德云社的独苗
房主任，对，房主任，对，在剧场里边修炼了1年，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挺稳定的单口喜剧演员了。掌声送给勇敢的上9期。这个节目特别的好，好在哪里？你们发现了吗？每年都往里边塞几个说相声的。就因为这件事儿，阎鹤祥没少请我们上过节目的师兄弟吃饭。他说我们的表现巩固了他在脱口秀界的地位。当年比赛里边，阎鹤祥还提过相声的大旗摇摇欲坠，我的2个师弟岌岌可危，我就是其中一急。我来得很急，回去的更急，我一共就来了那1集。时间真快呀，3年了，这是第2集。感谢节目组，如果明年来的话，人以为我参加的是奥运会呢。谢谢9期。这一轮的挑战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这位演员，大家对他很熟悉了。去年度过了很可能是非常不平静，但应该很幸福的1年啊！我们掌声欢迎房主任。再见了，再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再回来这个舞台，就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我感谢我遇见的所有人，就是一个一个的你们的善意，让我觉得我配，我真的配。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所有的经历的这一切，到今年到前几天，我才真正的放下和走出来。今年再来就是非常轻松的心情，就来告诉观众，我这1年过得怎么样？我这1年过得非常好，我这1年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希望大家能从我身上看到希望。普通人，你也可以凭自己的热爱，凭自己的坚持，摆脱你的过去和走出困境，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完全不一样的房主任回来了。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去年第1轮我讲完，现场哭成一片，就那场面哈，我只在我们村葬礼上见过。我说我只是讲我怎么一路走来的，不是讲我怎么一路走好的。观众边哭边说：“没想到你以前过得那么不好。”后来我就只讲我走红毯、拍杂志，现场哭的声更大了。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大家还说我是出走的决心。节目录制完第2天啊，给我安排的全国巡演第1站就赶回临沂老家了。我说不是出走的决心吗？怎么干成回家的诱惑了呢？我回去后哈，大家都说房主任去上海骂街挣了1个亿。整得我自己都信了，现在村里等着我回去给他们修高铁呢。说剧里他们挣1个亿，就差1张直达上海的高铁票了。他们还听说我去爱奇艺扫楼，说海里是大城市啊，干保洁都这么挣钱。我也是火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家原来还有那么多亲戚呢。今年过年回村，我上桌了。主位。连鱼头都冲着我了。大家都热情的过来跟我唠嗑，侄子要结婚，表叔家要盖猪圈，我跟他们唠了半天嗑，我现在倒欠他们100多万了。我也不知道我能火呀，我也是回村之后我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村里的顶流，房家村杨幂。
谁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拍照蹭流量，啊，起的标题是说看看这是谁，非常的有效果啊，2个赞1个路人评论。那评论说这谁呀？你说你一个小卖部卖化肥卖农药的，我能给你引来什么流啊？脱口秀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年轻人，他们压力多大呀？我再把农药推给他们。帮他们彻底躺平。只有我发小不蹭我流量，只找我办事儿。我有个发小被村霸又漏洞合同骗了，欠了一屁股债来找我，说我看到你给黄晓明拍视频了，你能让黄晓明帮我打官司把钱要回来吗？我说黄晓明他只是演过律师，打什么官司呀？他还演过大汉天子呢，直接灭他9族。我发小说你帮帮我，我肯定会报答你的。你的大女儿今年30了，不是没人要吗？让我的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吧。我说我怎么就写不出来你这种包袱呢？不是比我搞笑哈。我有个闺蜜，现在她无家可归。咱不是有句老话吗？老够死，害怕老够死。我说我帮你租个房子过渡一下吧，我就给她找了个租金6000的房子，年租啊。她老公嫌房子太差了，就自己找了个1万的。我说行，我出6000，你出4000。她老公说行，就租6000的。我现在是不养自己的老公了，我开始养别人的老公了。我就给我别的闺蜜说，我说我要写成段子，我要骂他。我的闺蜜说你可别呀，咱都50年的感情了。我说我不写段子，我拿什么给他交房租？我看现场有很多女孩子啊，给你们一条人生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跟你们闺蜜吹那种牛，等我有钱了。我闺蜜等着了。前段时间我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啊，你以前不是说过说等你有钱了啊，包个山头给我们一起养老吗？山头帮你联系好了，对方是你的熟人。我过去一看，确实是我的熟人，上学时候的暗恋对象。别熬了，他都50了。刚开始聊的还挺开心的，就是聊着聊着哈，他对我越贴越近，还要动手。我说你等等啊，我只是想包山，我不包别的啊。就那天吧，他越喝越上头，我是越听越下头啊。就是现场的鸡妹们，千万不要有年龄焦虑啊！看看我，20岁的时候没追上的男人，我今年50了，我喜欢的依然还是20岁的。那天分开以后啊，他回去以后还不断的给我发信息，一边问我你还包不包山了，一边问我借钱。我说你放心，对于你我包山的。去年我火了以后，我以为会给我的过去彻底翻篇了，没想到是我的过去它翻番了。今天我为什么要选择挑战大宅呢？肯定不是因为金牌啊。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我们这个行业一样，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挺到下一个夏天啊。其实我现在我只能自己给自己说，我说房少丽，你往前走，别回头，只要你坐上高铁，你老家的老铁们他们就追不上你。喜欢房主任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房主任。1年不见，姐，为什么挑战大宅？这个原因听着有点吓人呐。
因为我体力也不足以支撑我讲完了，然后我现在还排了好几个手术在等着我。最严重的是我的膝关节置换，因为我没法现在站在台上演很长时间了。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膝盖离心脏很远的。确实，我看刚刚过程中，博哥是第一个拍的啊，而且拍在那个鱼头冲着他那个点儿上，是咱们山东人对这个礼仪特别的，就是。我拍到那个坐主座，跟对鱼头冲着他，因为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在山东这意味着什么。我前面看你演出了，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偶像，你知道吗？没有，你也是我偶像，后为偶像。呵，说明咱俩审美都不错。我觉得像房主任这么勇敢，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就证实了，就有点像电影里边励志电影一样。而且我刚才听到有了成绩，有了一定效果以后，就马上一些其他的事儿蜂拥而至。我也想起来，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没多少年，也是身边朋友就过来找我，也是一样。所以说你刚才说那个东西，我特别理解，也特别好。我另外有一个请求，然后里院喜剧节，我觉得太需要您了，到时候来玩玩好不好？好，谢谢。欢迎。鲁豫姐是从去年节目上就一直在关注，是不是？非常关注，所以刚才我就是很开心、很激动。虽然你刚刚讲的是你拿到好成绩以后回到家里面各种各样，其实是生活中很烦的事儿，但你知道我还是为你高兴，因为刚刚你讲的所有的烦的事儿，在我看来是我们获得对生活的有了主动权、有了选择权以后带来的。所以我内心觉得烦，但是真的为你开心。你知道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个词，就是这个人特别轻盈。虽然此刻你站那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感受到那种轻盈。我想真的感谢脱口秀带来这么好的变化。我非常高兴你上了桌，然后鱼头冲你，虽然未必我们喜欢吃那个鱼头，但是那是个象征，所以我特别开心。房少丽女士为你开心。非常感谢您，鲁豫老师。看您特别开心，而且我跟鲁豫姐看，鲁豫姐觉得您轻盈了，我反而觉得您更踏实了，更笃定了。因为去年啊，看过咱们节目都知道，越往后啊，这可能确实这房主任一开始没想到自己能走那么远，后边的好多这个作品确实是疏于打磨。但今年一来一看，您就是这种啊，主人翁意识吧，反正就是往台上一站，这台是我的，我给你们好好讲这事儿。包括讲的也是这一年您的生活经历，我觉得更有一种洒脱，笑看风云。对，其实去年大家都说我是去年重生了，去年重生的只是从那个环境里走出来了，我的执念还在那个环境里。其实今年就是刚到节目播出前，就是上个月吧，我回了趟老家，我决定把我的户口彻底的从那个村子里骑走的时候，就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开了，我感觉就是有一个东西从根上我完完全全的走出来，我从那天才真正的快乐起来。我觉得你身上有一股侠气，就是让我觉得你特别的勇，然后又会特别的有温柔的一面，就是你身上好丰富。但是我其实一开始在去年看你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在支撑着你说你的故事。但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你真的不光是你的故事，你是一个真正的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你可以把这些故事融合的特别好，然后那么丰富、那么精准的传达给我们，就是很为你高兴的一个感觉。谢谢你，谢谢房主任，谢谢。精彩的对决总要有结果，咱们把翟佳宁和尚九熙也请回舞台中央。我们先看一下3位获得气氛组的票数都是4票满票，那么今天的第一组对决会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第一块金牌会被谁拿走？结果请看大屏幕。恭喜翟佳宁207票。同时，我们掌声也给九熙和房主任119票、196票。按照规则，2位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走。走这边。很感谢这个行业，我也希望这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大家都会相聚在喜剧的夏天里。
房主任，放手里，别回头，房主任，别回头，往前走，只要跑得快。房主任，真的别再追我了。那你的外卖我给你放在这儿。外卖？是我这不顺道帮你拿的嘛，而且我也点过这家，以前没这么便宜啊。以前是以前，淘宝闪购现在天天有优惠，一样的东西花钱更少，优惠爆表，省到就是赚到，学会了吗？哎呀，你也太会省了，以后我也要学着用这个优惠。不省能行吗？我到青春里100多万呢。我们也再次恭喜大宅207票，成功拿到我们第1块金牌，请领取你的金牌，并且前往晋级区入座。大宅既然触发了我们的金牌挑战，这个事儿跟所有在后场的朋友也说一下。还有一个好消息，分数高的演员朋友会出现在北京、上海、重庆的街头大屏，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也可以去跟自己合个影。我们比赛还是要继续，而接下来上场的会是今年的第1位新演员、第1位新人，他来自来风俱乐部。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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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赢！我们掌声有请浩。Hello， 大家好，我是浩。哎，谢谢啊，很开心可以来到喜丹3啊。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像是犯法的，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在后背纹了个天平。我现在都不敢翘2郎腿，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你知道吗？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啊。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着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你知道，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呀，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小时候放假的时候，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你们真应该看一下，那不小品吗？看你这哪有意思？你知道吗？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异议，被告说有教育意义。那法官都懵了，法官说啥玩意儿教育意义？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被告说啊，那不认可。法官问哪里不认可？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嘿，谢谢。哎，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然后后来又考研，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感谢。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就是想说，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有几件事必须要做。我也一样，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律师当成这样，我自己都挺失望的，因为很小时候的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
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何以笙箫默》。我解释一下，是那个钟汉良版本的黄晓明那个。你知道吗？这部剧太让一个想当律师的孩子自卑了。何以琛太帅了，每看一次就感觉跟他之间的差距又多了1分，但是忍不住老想看。直到今年又看了一遍，说我是啊，那朋友，我终于承认我跟何以琛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是本科生，我是研究生啊。然后我当律师，我发现他的法律意识倒是变得越来越强了。经常咨询我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朋友们我都不爱回答，那都是什么法律问题？那都是违法律问题。小偷偷小偷算偷吗？绑匪绑绑匪算绑吗？我有时候感觉他问了一副对联出来啊。但是我对我这帮兄弟们的感情太复杂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天底下可能只有我这帮兄弟真拿我这个律师当回事儿，特别以我为荣。逮谁是我兄弟是个律师，有兄弟是个律师。但是有时候他们太拿我当回事儿，因为律师他就是了解法律、使用法律。但是在我兄弟眼里，我就是法律。你知道我刚拿证那天，我最好的兄弟说去唱歌庆祝一下，我们都到 KTV 门口了，然后他说我去买点酒。他刚走出来一步，然后突然回头说：“哎，律师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咱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我们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震惊，他都自带好几年了。我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带，毕竟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我觉得我回答的老帅了，结果我兄弟听完说：“这可是你说的啊。”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兄弟非常坦荡地搬了1箱酒走进了那个 KTV。KTV 领班也懵了，还以为我兄弟是来送货的。所以那个领班问得很谨慎，他说：“哥，这里面是酒吗？”我兄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问，他就看向我。他看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摇头，意思是你别看我。结果我兄弟看完之后，回头就跟那领班说：“哈，这里面不是酒。”哎呦我那么大4个字，勇闯天涯。那里面不是酒是什么呀？根号81呀，开开才是酒。领班说：“对不起，那个咱这儿不可以自带酒水。”我兄弟看着我，他说可以。他是个律师。怎么？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从那个领班的眼神里读出了跟我心中一模一样的那个疑问，就是他是个律师，跟自带酒水有啥关系？我应该用啥关联词呢？哈，因为我是个律师，所以我自带酒水。嘿，虽然我是个律师，但是我自带酒水。与其说我是个律师，不如说可以自带酒水。我最后不得不让我跟我兄弟说：“我说你们先进去，别管了，这事儿交给我。”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把那箱酒搬进了包间。我兄弟又激动又震惊，问我：“你是咋搞定的呀？”我说：“晓之以理，但是你记得下回还是偷摸带。”其实那天我给领班塞了200块钱，但是我最难受是那个领班收了钱之后，嬉皮笑脸的问我说：“你平时都这么干事儿？”就讲这，谢谢大家，我是浩浩。谢谢浩的表演。
欢他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有人挑吗？请锁票。哎，又是一场金牌战。掉金牌了！你是金牌律师。金牌律师。谢谢，感谢，特别好，开心。演完好一点了哈，上来有点紧张还是？确实有点紧，确实比开庭刺激，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叫浩呢？加豪！我名字最后一个字儿叫豪，拿最后一个取了一个谐音，就是又能咋的，就是又能咋样呢？就是这种感觉。帅，也好潇洒。小鹿的这直系学弟啊，对我也是西南政法毕业的。哎，师姐好，师姐。对，所以我们确实都是很有先见哈，在这个法律行业被 AI 替代之前，迅速的开辟了新的赛道，恭喜你，特别好。谢谢，很开心能在这个地方跟师姐相认，真的很激动。你就是有学历的林简七。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就您的这个身份和您的这个产地，因为本身东北人就特别有意思，就东北人干啥都有意思啊，就特别的会开玩笑，然后再加上您这职业可能会有一些严肃的属性，哎，所以您一提这个，然后这反差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就特别好，就是特别引人入胜。哎呀，谢谢，真的特别好，特别好。哎，我怎么觉得他像，就是他方式更像于博呀？哎。因为于博也是东北这一块。你那个出庭的时候也是这么说话吗？那个不能带梗。但是你不带梗也很不像一个律师。所以就尽量少说话。那输了咋办呀？尤其是在南方，我这个一开口其实有点那个不太好赢。那比如这庭上万一是。那个我反对那种是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环节。开庭的时候有那种开庭东北口音，演出的时候有单口东北口音。你不要试图跟一个律师讨论物品所有权的问题。大家在哇什么？这不就是普通话吗？这不是？这样更帅了。是。你真的很自信，就是你说话那个抻的节奏，你会抻很长，你也不怕。可以抻吗？很感谢今天的观众，他们愿意让我去抻，然后他们给了我信心，我可以等。我觉得今天节奏等是 OK 的。还是你心里也有底气了？这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就像做律师，然后辩护的时候想不起词儿来了，抻一下，然后再想想后边的词儿。辩护的时候是有稿子的，你可以照词儿说。但你今天说那个语境，你说在东北打官司，大家在这儿说东北话什么的，我一下想起来了，确实有同感。山东的时候，然后参加朋友的这个婚礼啊什么的，十分庄重的事儿，然后还证婚什么的，你敢保证以后你会一直关心他、爱护他，无论是生病的时候还是，就突然。这是什么认真的事儿吗？阴阳怪气的。对。我觉得他的写作能力太强了，因为在我看来，全篇就讲一件事儿，围绕他讲是非常难的。你从头至尾就讲一件事儿，就是法律律师带给我们的打引号的刻板印象和东北这个地域色彩带给我们印象中间的反差。所有的喜剧围绕他这一件事儿来，而且你是有人物有场景，是跨越了20多年的。如果按照你这个文本去拍一部剧的话，拍电影的话，它这画面是有的，而且你带给我们的笑料，有一些笑点是我们等你出梗以后我们笑，还有至少3、4个是我们你说了以后那梗没出呢我们就已经笑了，因为你给我们营造了画面。关于法律的，关于法庭的，关于东北话的，很多的是我们自己脑补的，这个是很高级的笑点。我觉得你的喜剧审美非常好。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刚才那个根号那个，我确实是他们拍了以后我才拍的，因为我算的比较慢。还是您严谨，怕他算错啊？我以为您想的是根号81可能是正负9呢，所以这个没听懂。
高情商会传染。但是很精彩，而且新朋友上来就开启了金牌挑战，说明至少有200位朋友为他投票。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后面在备战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向浩发起挑战。抢金牌，抢金牌啊！快点！请看大屏幕。无人挑战，意味着浩直接晋级。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终票数，211票，恭喜！大才多少票？207好像。谢谢。我觉得这个好像比有人挑战还爽啊，有一种威慑力在啊，很开心，很厉害，很厉害，请领取你的金牌，并前往晋级区。太棒了！我觉得浩拿到这个211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西南政法不是211。为母校争光了，哎呀！日常当律师的样子是什么样？律师就是正襟危坐。嗨，大家好。今天早上9点左右的时候，然后因为9点上班，然后9点就得去那个屋给我们老大请安，就是介绍一下，这屋就是我们老大的办公室，能看着很豪华，然后这个沙发就是经常睡觉的地方。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商家也有自己的自由，就不跟你成立这个合同。所以说，作为律师，我们讨论下来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是律师这个角度能提出的法律建议。我想做律师界最好笑的律师。比赛继续，表演继续，而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其实是咱们很多人好久不见的朋友了，是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但是讲了很久脱口秀，同时上了更久的班儿。我也喜欢鸭蓉。我们掌声有请鸭蓉。大家好，我是鸭蓉。对，我是一个还在上班的脱口秀演员，我现在已经工作快10年了。对，然后我最近就悟到了一点啊，我就发现就是如果你在刚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不会的啊，你千万不要过度焦虑，因为当你工作10年之后，你就发现有些事情啊还是不会。我到现在都不会应酬。我们领导还很疑惑，他说：“你们脱口秀演员不是都很爱喝酒吗？怎么不会应酬？”我说：“我们脱口秀演员语言表达也很精准的，说了爱喝酒，没说爱陪酒。”然后大家如果以前听过我的段子，应该也听得出来，我这个人蛮有主见的啊，所以我吃饭也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啊。我们领导也不说看着点啊，每次就是他提一杯的时候，我都在啃羊排。我也非常不擅长敬酒，就是我找不到敬酒那个 timing。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我正打算站起来的时候，就有人他已经站起来了。而且你一旦错过第一个 timing， 第二个 timing 就更难把握了，因为变量更多了。你要在领导休息好之后，以及第二个人准备好之前，大概就那么几秒钟，稍纵即逝。我每次都纵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我们脱口秀经典赛制。我说，要不然想敬酒的人都站起来吧，让领导反选，对吧？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其他人好像都能敬上酒，只有我老是慢半拍啊。所以我真的怀疑过，我说会不会这个房间里它其实是有一个 BGM 的，只是我听不到。
但是我很擅长推理。我根据他们敬酒的这个流程和节奏，我反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 BGM 应该是这样子的：1打打，2打打，站起来去敬酒，举起杯一大口，拍马屁往回走。但是我就是卡不上这个节奏啊，而且只有我卡不上这个节奏啊！就每次去应酬，特别像一个篝火晚会啊，所有人在那边举着酒杯载歌载舞，只有我一个人在篝火旁边跳竹竿舞，被夹脚。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敬酒啊？有的人说是因为酒很珍贵，所以要通过敬酒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我觉得应该是骗人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酒很珍贵的话啊，那就让客人一个人喝就可以了。对吧？我们请客的就不要喝酒了。我们就负责站那边说没事没事，我不喝我不喝，不爱喝不爱喝不爱喝，没关系，你多喝点多喝点没关系，我刚在厨房喝过了。而且不是说喝了就行，得喝很多，最好是喝到吐才能表示充分的尊重。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酒珍贵表示尊重啊，完全就是以伤害自己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现在看别人敬酒我都觉得很荒谬，因为在我眼里那个画面就是我扇自己一巴掌，你扇自己一巴掌，咱们就有朋友了。而且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扇巴掌跟敬酒确实很像的。你想，都上脸，量大了都头晕。最关键的是，数学上其实已经论证过这个扇巴掌跟喝酒之间的关联性的，扇扇得酒。不过我虽然不是很会应酬，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只有一次非常尴尬，就去吃饭，那家店的服务员不知道是出于刻板印象还是保护女性之类的，他就问我说：“女士，请问你喝红的吗？”我说：“我不喝。”我的意思是我不爱喝红酒，干脆喝白的。他就以为我不喝酒，直接给我上了一杯西瓜汁。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不是也是红的吗？”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再要酒了，这个时候要酒显得你这个人太爱喝酒了啊。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在这个酒桌上开始喝西瓜汁。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寸，敬上酒了。我怀疑其他人在搞我。然后我就去拿西瓜汁敬领导，领导人还蛮好的，把酒喝了啊。我开始喝西瓜汁。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感觉就是领导啪扇了自己一巴掌，我说：“领导，看看我的美甲。”那次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见那个领导，我想说他肯定对我印象不好，以后会卡我项目之类的。但是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职场的荒谬以及复杂程度。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听到那个领导对旁边的人问了一句：“他说这个人，他爸谁呀？”谢谢大家。谢谢鸭蓉。喜欢鸭蓉今天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3、2、1。请锁票，谢谢鸭蓉。因为鸭蓉是从脱口秀大会就在的老朋友了，我感觉这是其实她状态可能最没有那么好的几场之一。鲁豫姐，其实你这2年看鸭蓉比较多哈。对，很高兴又见到你，鸭蓉。Hello， 鲁豫老师。我想先跳出今天的演出，说一些我的感受。就是鸭蓉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女孩，就是你要知道。很多脱口秀女孩提到鸭蓉会说：“哦，她是我们心目当中女孩的样子。”然后她在很多女孩当中负责那个照顾情绪、整合意见、把那个落单的人再提起来的那个人。而且她的角度其实非常的独特，她的特点永远都是举重若轻。而且你要知道，文本型的选手，其实在有些时候在比赛场合是会有一些吃亏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比赛是一层的传播，等到她上线之后又是一层传播，所以。鸭蓉，你还是要相信你自己的状态。我挺相信我的段子的，因为真的确很少有脱口秀演员还在要朝九晚5的工作，然后从一个工作者的角度去观察生活，从生活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就是敬酒。我就讲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永远是你的角度，它很独特，所以你很珍贵，鸭蓉。谢谢鲁豫老师。对，因为一说到酒场文化，因为我比较熟悉，所以提的那个期待度比较高，确实是有很多地方是有同感，因为尤其在山东一个酒文化盛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谁坐哪儿，主陪副陪，主宾副陪，我的天哪，那没有个15分钟都坐不下，确实是有。那真的有的时候敬酒的时候，他把词儿说完了以后，你觉得你不喝你就不是人，你知道吗？所以说后边如果说还有这个段子呢，继续往后边再次发展的话，就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点儿。我觉得这个其实酒桌文化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被提到过很多次了。
然后你还能找到一个自己的那个，就很小的一个切入点，然后让很多女孩有同感。反正我是跟你一样的，我也是就觉得我拒绝我和我不喜欢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当一个西瓜汁女孩，就是很笃定的一种感觉。但我可能觉得你今天给我的感觉，你自己整个人好像是不是很沉，然后太冷静了？可能是因为这段里面它有比较多的表演。在我专场里，它是处于中后部分的段子，可能就是今天我一上来就讲这个，所以可能大家确实好像接受起来会稍微有一点困难啊。但是我觉得我的段子本身其实还是 OK 的，所以我其实真的还好，你们大家不用这么沉重。我的问题。因为后面还有其他演员要演，大家就是还是要开心一点，不用为我很担心之类的。专场还在演吗？不演了。他有一种跟你赌气，我不演了。不是，我专场已经收了。对，我专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场，然后招募对日。对。然后我不演的原因主要是我今年32岁，有些情绪可能是我28岁左右写的，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演着，我就有些事情我就觉得，它可能就属于28岁的我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后面要写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个专场就收掉了。一般来说呀，能选这种话题的呀，就是所有观众，就我们坐底下一听，哦，他要讽刺酒桌，他肯定是中间要反抗，然后他怎么着，最后给领导一大嘴巴收尾，就是会有这样期待，类似啊，不是说您啊，然后结果呢，您自己提前把这事儿都给我们都圆过去了，都化解了，有点这么一感觉，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我觉得。您在这舞台上表现这状态，因为我特喜欢您刚才那句话，就是今年您32岁，您回看28岁时想表达的东西其实不一样了，您就勇于表达，这就当做咱们的一个备忘录，一个日记，就我们翻过来哦，2026年我当时这么看待世界，我觉得这也挺幸福，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发生的事儿，永远会有人帮我们记着。亚荣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创作者，可能她已经有1年2年没有上过舞台，我觉得可能观众、舞台跟亚荣都需要一个重新认识的一个机会。我有想到说，录制现场的效果肯定和我平时演出以及开放麦可能不太一样，但我没有想到会到这么凉的一个程度。现在进入职场的话，他们碰到的直接上级可能就是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那就他们就已经不存在这样子的困境了。我这2天确实是在想，你是不是在自己毫无意识的过程当中你已经过时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段子它是很值得讲的，也值得在更大的平台上去讲这件事情。有类似经验的人还是会因为这个段子感到开心吧。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段子的意义。挑战环节即将开始，我们看一看有哪些演员会向亚荣发起挑战，请看大屏幕。小海、多多，那我们请亚荣先来到我身边的休息区。左边这位朋友先向大家表演。那这位朋友其实大家去年如果看了节目，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段子还是话题，还是他谈论到的故事，都会直接击中很多观众的心。我们掌声欢迎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去年我是在节目上讲了一个不想穿胸罩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可能现在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没穿。大家也不用盯着看啊。请大家关注我的作品。去年节目播完，有很多演员都收到了差评，我没有，我收到的都是骚扰。有一个大哥就给我发私信说，你确实不用穿，因为你太小了。我说来看看你有多大。我点开他头像一看，他胸比我都大。我觉得他才应该穿胸罩。我觉得那些内衣厂商就应该专门出一些给这种男人穿的胸罩，就叫贝克汉姆的秘密。
功能都不是为了聚拢显大，就是为了摊平显小。广告我都想好了，就你还在为胸大感到自卑吗？还有人说你胸大无脑吗？穿上贝克汉姆的秘密，让你大胸秒变飞机场，抬头挺胸做男人，做男人挺好。今年又来上海录节目了。我前2天路过安福路，我看到了很多摄影的老法师。你们知道什么是老法师吗？就老法师就是很多老头儿退休以后，终于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美女。你感觉这爱好他也不是找到了，他就是坚持住了。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法师，他直接对这个穿短裤女生腿这样拍张照片，他就跑了。我说这不是偷拍吗？这是老法师吗？这不是老违法师吗？我就追过去了，我说你刚才拍的是啥？他说我就拍了个半身照。我说你管那个叫半身照啊？那你身份证上是你下半身呐？对，来，我看看你的1寸免冠下半身照。他说这也不能怪我呀，对吧？但是这女生她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我说怎么偷拍还怪短裤呢？啊，是短裤在偷拍吗？她一个裤衩拍呀。我发现每次有女生被偷拍、被骚扰，总会有人说穿长裤啥事儿没有。怎么有长裤女生就安全了？那这样的话，女生宿舍门口也不需要保安了，你挂条长裤呗。秋天挂秋裤，冬天挂棉裤，健身房挂瑜伽裤，汪峰演唱会就挂皮裤。还穿长裤啥事儿没有？这句话好像长裤的广告呀。穿长裤啥事儿没有？经常右脑就穿6条长裤。穿长裤他好我也好，我是渣渣辉是兄弟就穿1条长裤。当时他还狡辩，他说这真的不能怪我。他说你看穿短裤露出美腿，就是会激起人的欲望吗？你感觉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穿的再多都能激起他的欲望，对吧？你穿个瑜伽裤，你的美臀激起了我的欲望；你穿个长袖，你的锁骨激起了我的欲望；就算你穿成个木乃伊，你的神秘激起了我的欲望。我当时看了看他相册，我说怎么腿脚腰都能激起你的欲望啊？你是不是看见肉就能激起欲望？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还能吃猪脚饭吗？哎呀，这个狱卒啊！去买鸡蛋灌饼，老板不要火腿，会激起我的欲望。就对他来说，烤鸭店那就是夜店。看见吊炉烤鸭在那转，妈呀，钢管舞！我觉得这些老法师，你们要非要拍的话，可以拍点喜欢偷拍的，对吧？你们可以互相拍，对吧？老韩腿也是腿嘛。你们要是拍不好，我可以帮你们，对吧？回头我也建个账号，就叫街拍大爷。那朋友们喜欢老头的有福啦，到时候我就专门偷拍大爷偷拍，就叫大爷上班路透。4K 无水印高清大爷。回头我再开个摄影展，我还会去现场讲解。我说大家好，我叫小海 ，A.K.A 安福路站姐。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大爷长得多好看啊！看这脸包头，这高谢顶，看这张大爷身材多曼妙，看这核桃臀，这老蛮腰啊！要是有人问说你这样会不会侵权了？哎，他们都穿长裤了，啥事儿没有。这个摄影展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用我的名字命名，就叫老人与海。谢谢大家，小海。哎，这个挺好啊，他这个也短，节奏也好，好，我觉得特别轻快。请锁票，谢谢小海。谢谢。又在去年的基础上，又翻上去了，又小发雷霆一下。小马老师看的怎么样？我记得之前在下面聊的时候就说，去年小海是留下深刻印象的。对，我就很喜欢，就是小海的感觉是你有点直愣愣的，然后但是你又很平静，但是你又说很狠的话，就是他那个反差感会给我很大的
惊喜和就是我会很想听你到底要说什么，因为你的人和你的话题是两个极端吧，偷偷摸摸、骂骂咧咧那种。怂狠的。对，然后刚才直接就拍了你说你没穿，我觉得哦，真来劲。谢谢。是大林，今年又是一个凶狠的题材，怂狠吧，怂狠的题材，那特别好。而且我实话实讲，去年您给我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头一年真的还。我可脑子不太好使，头一年来我没事，我喜欢你说真话。是，但是今年您再这么一上来，我觉得就是您这个风格已经建立起来了，对吧？头一年我记得您是讲上班的故事还是什么的，是吧？是。头一年是说那个讲婚姻的。炒股。对，您说我头一年讲婚姻，您说对婚姻没有共鸣，就没给我拍灯。他记性比你好，是。刚才拍了哈啊，对，我拍了，因为你知道我是法师。没有，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您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成熟的演员，而且特别适应这个舞台啊，知道该怎么去表现，展现出最合适的您自己，这个特别好。谢谢，您没客气，我们该谢谢您。您在这个舞台上也在成长。太可爱了，我们都不是前2年的自己了。看看博哥现在成长到哪儿了？确实太厉害了，我觉得左兜一个刀，右手一个刀，这一刀接一刀，就是。其实我挺温柔的，其实。能看出来。这确实厉害啊！这个一番接一番，而且又有趣又有意思，然后又有自己的态度跟表达，非常好。谢谢您。对，我是觉得有态度非常重要，但是态度能够安全的抵达出去很重要，所以他要跟自己的形象吻合。如果本身很厉害，话又很厉害的话，可能观众会有一些本能的会抗拒，但是你不是，你瞬间把我们洗脑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你的特别好的一个风格，这是你的武器。这是你的武器，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谢谢您帮我找到自己风格。谢谢，非常好，真的。我每次看小海演出，我都有一种他在跟我小声，我俩在一块偷偷摸摸骂骂咧咧一个事儿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他在你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想说特别狠的话已经说出来了，但是你瞬间你一听到了以后，你已经吸收了，你并没有觉得很过。是，我会觉得他把我当自己人，才会跟我说这些，就是打引号过分的话。跟你唠这些事儿的感觉。没前摇，就他施法之前没前摇。是，要没别的唠，我先下去，后边好几个人。好嘞，欢迎小海来加入亚荣。因为我第1季来参加节目的时候，杨丽老师说了一句，他觉得我是好笑的，但是只是目前还没找到自己的风格。我当时真的很苦恼，我就是到底什么是风格？然后现在我发现，找到风格了。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海风的气味，他就永远都是很灿烂的笑容，但是他在台上的时候，他说的段子就是那种小刀噗的扎。我觉得他就是有在认真的钻研一个话题，很认真的找到很好的角度，一些不俗套的角度去解构一个他认为不合理、他想吐槽的东西。我就觉得小海他一直在进步。第1年是畏畏缩缩的小海，然后第2年是战战兢兢的小海，今年我觉得是奋勇冲击的小海。今年的小海有了一点点的野心。那下一位要在这组发起挑战的朋友，是一位在读的研究生。没问题。到我了，加油！加油！不知道为什么能在这么繁忙的学业中有空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啊！掌声有请多多。